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2022古装剧9位女星新娘造型。说英雄杨超越甜美恰似故人归，迪丽热巴美艳。2022上半年有不少热门古装剧播出，而大婚是古装剧最常出现的名场面之一。大家都喜欢看古装绝美嫁衣，像是迪丽热巴在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的嫁衣就很美，赵露思在《且试天下》的大红嫁衣也相当华丽，而杨超越和孟子义在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也都成为新嫁娘。以下2022古装剧9位女星新娘造型：杨超越甜美可爱，迪丽热巴明艳大方。1. 杨超越饰演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温柔。杨超越在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的新娘造型还蛮美的，走西域草原风格，编发和额前坠饰都满异域风情，让人一秒梦回东宫小峰。两部剧皆是李牧歌导演的作品，他特别擅长拍美女，杨超越就被他拍得灵动可爱。温柔和王小石这场西域风格的大婚，大概是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甜蜜场面了。剧中温柔重伤后终于苏醒，王小石不愿再失去温柔就求婚了，两人在师傅的祝福下举行了婚礼。总是调皮捣蛋的温柔难得当了一回淑女，真的很美。2. 孟子义饰演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雷纯。孟子义在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的新娘造型也很好看，她再次穿上红衣古装。孟子义的红衣适配度蛮高的，明艳抢眼的大美人，垂坠式的头冠十分华丽，和温柔的嫁衣完全是不同风格。不过说英雄谁是英雄的大婚名场面一喜一悲，那边温柔和王小石甜到蛀牙，雷纯和白愁妃的大婚却虐到心肝脾肺痛。剧中白愁妃彻底黑化后，第一件事就是逼迫雷纯嫁给自己。她明知道雷纯放不下苏梦枕，可为了得到挚爱，不顾雷纯意愿依然强取豪夺。雷纯心里眼里全都想住苏梦枕，太虐了。3. 袁冰妍饰演祝清好刘玲。袁冰妍和古装红衣的适配度也很高，她在祝清好不只当了一次新娘呢。袁冰妍五官素雅，可是穿上红衣却没有被压过去，反而有种跳出来的明艳感。大红的嫁衣加上华丽的球衣，温婉大气中又带点小女人的妩媚，真的很好看。剧中刘玲无奈成为和亲公主，穿上大红嫁衣要远嫁他国，幸好沈燕早就安排好一切，和亲路上直接把刘玲夺回来。大结局刘玲终于成为沈燕的新娘，两人才刚拜完堂，沈燕就急住抱起刘玲要入洞房，把所有宾客留在会场大眼瞪小眼，没人敢打扰两夫妻恩爱甜蜜。4. 吴谨言饰演上实姚子衿。上实是明朝背景的古装剧，这部剧的服装设计还蛮考究的，力求还原明朝服制。吴谨言穿住这件封妃嫁衣，就和历史上记录的明朝嫔妃服饰高度相似，高雅的暗红色加上特有的披肩外衣，礼服上还镶铸一颗颗的珍珠，低调奢华又端庄大气，衣服真的蛮美的。上实徐凯和吴谨言这场大婚，圆了《延禧攻略》剧迷的意难平，她终于成了他的新娘。剧中姚子衿原本就是朱瞻基的太子妃人选，但两人阴错阳差错过，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。原本姚子衿不愿入宫为妃，可最后她还是选择走到朱瞻基身边。5. 迪丽热巴饰演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纪云禾。迪丽热巴在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的新娘造型超级美的。其实这部古装剧的服装设计没少被嫌弃，不过网友都觉得这套新娘服很美。A 字形的修身剪裁不同于其他古装新娘礼服，礼服上的鱼尾海洋刺绣还呼应了角色设定，因为纪云禾嫁的是鲛人氏子长义呀。连长义的婚服上也有相应的图腾设计，而剧中这衣服还是纪云禾自己缝制的呢。不过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，纪云禾却是最惨新娘，上一秒还欢天喜地喜结连理，下一秒就悲痛诀别。长义在洞房花烛夜已经快撑不住了，他不想让云禾伤心，要云禾背对住自己，然后唱歌给云禾听。云禾表面上笑笑的，
一转身就绷不住泪水溃堤，实在是太虐啦。6. 赵露思饰演《且试天下》白风夕风夕云。赵露思在《且试天下》也成为新嫁娘，她这套红色大衣十分华丽，身上满满都是金色刺绣。为了凸显青州女帝尊贵的身份，头冠也走华丽霸气路线，还搭配了垂坠流苏，蛮有设计感的。且试天下这场大婚还蛮甜的，一个雍州世子，一个青州女帝。白风夕在哥哥战死后被迫接下皇位，成为6州唯一女皇，并且和雍州世子丰兰熙缔结良缘。两人本来就相爱，没想到真实身份也如此般配，结婚完全没有阻碍。这场大婚名场面绝对是且试天下全剧高潮。7. 周洁琼饰演影帝的公主名为明华公主。周洁琼在影帝的公主的古装新娘嫁衣也很美呢。周洁琼戏剧作品不多，但古装扮相蛮受欢迎的。早在影帝的公主上档之前，她有好几张绝美的古装路透照就十分出圈。而周洁琼这套新娘嫁衣的设计还蛮特别的，金色的大垫肩看起来颇霸气。影帝的公主是部结合古代和现代的甜宠剧，而古代戏份比现代更受欢迎。剧中明华公主2次成为新嫁娘，第1次被迫嫁给不爱的人，和心爱的慕田相爱却无法相守，最终双双下线，凄凉收场。不过大结局有惊喜番外篇，明华公主如愿成为慕田的新娘，圆了大家的意难平。8. 田曦薇饰演姻缘大人请留步上官雅。田曦薇在姻缘大人请留步的新娘礼服是绿色的，这套嫁衣也蛮好看的。古装嫁衣以红色为主，少数会出现绿色、蓝色、黑色或白色。不过近几年古装剧嫁衣似乎颇爱绿色，像是先前赵丽颖在《知否知否》硬是绿肥红瘦的绿色嫁衣就美成经典。而姻缘大人请留步这件绿色嫁衣看起来也相当华丽，头冠设计也很特别。姻缘大人请留步这场大婚还蛮虐的。剧中上官雅和白眼好不容易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可作为天神下凡的白眼因为功德圆满，即将回到天界，两人拜完亲竟然就诀别了。9. 赵昭仪饰演一夜新娘二花容。最后这位新娘的嫁衣被许多网友吐槽，因为明明是古装剧，怎么古装婚服像现代婚纱一样，不只是白色，加了白色头纱更像是现代婚纱了。许多古装小甜剧的服装设计都在乱来，各种朝代的元素大混杂就算了，有些还做的没有半点古装味道，让观众看得很混乱，串戏串到现代去。追古装剧就是要看美美的古装呀。